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很多人一听到有什么世界顶尖的成就出自，第一反应竟然是怀疑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不聊别的，来一次痛快淋漓的大盘点，带大家看看那些经过国际认证、有凭有据，让全世界都竖起大拇指的台湾10大世界第一。我就是要让大家瞧瞧，这片土地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绽放出了多惊人的能量。你以为第一名是台积电吗？那你就太小看奇迹了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中华瑰宝的永恒殿堂，国立故宫博物院。首先要说的绝对是我们的镇岛之宝，国立故宫博物院。你可别以为它只是个放老古董的地方，那你就太小看它了。你知道吗？故宫是全世界收藏中华文物最丰富、最精华的博物馆，没有之一。光是这一点，就足以让它在世界博物馆的版图上占据绝对的 C 位。故宫的文物从新石器时代一路到清朝，横跨几千年历史，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文明史。那3件镇院三宝，翠玉白菜、肉形石和毛公鼎，每年都吸引着数不清的游客。而且，故宫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得滴水不漏，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恒温恒湿系统和超级严密的安全设备。这座华夏珍贵文物的世界级宝库，会继续在文化的舞台上扮演那个举足轻重的超级巨星角色。穿越百年山林的真气传奇——阿里山森林铁路。讲完了国宝，我们去山上看看一个活的世界遗产——阿里山森林铁路。跟你说，这条铁路根本是全球铁路工程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。它是全世界仅存的3条高山森林铁路之一，同时具备运输和观光功能，非常罕见。阿里山铁路全长71.4公里，穿越50座桥梁和12个隧道，从海拔30米的嘉义站一路爬到2216米的柱山站。这种惊人落差展现了工程奇迹。它最大的坡度达到了67.5%，比爬楼梯还要陡。工程师们为此设计了独特的登山方式，比如螺旋线、马蹄形弯，以及最经典的 Z 字形折返，带来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乘车体验。沿途穿越热带、亚热带和温带3个气候带，你能在几小时内体验植被变化，简直是活生生的地理课。深藏不露的绿色宝藏，樟脑产业。好，看完了山上的火车，我们再来聊一个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世界第一，那就是樟脑生产。你知道吗？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樟脑产量能占到全世界70%以上的地区，可不只是樟脑生产重镇，它更是一座连接传统和现代的独特桥梁。2023年的樟脑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500吨，占全球总产量的73%。每天超过4吨的樟脑源源不断地供应全球，地位谁也撼动不了。拥有从樟树种植到提炼、深加工的完整高效产业链。未来耗资5亿新台币的产业升级计划，将为樟脑在医药和新材料领域开辟新道路。这个布局真是看得非常远。味蕾的狂欢盛宴，夜市文化。接下来这个世界第一，我相信大家一定超有感，那就是的夜市文化。它就像一颗闪耀在东亚美食天空中的璀璨明珠，短短几十年就冲上了全球美食文化的顶端。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，夜市不只是吃吃喝喝的地方，它更象征着这个岛屿的活力和创新。截至2023年，全岛有超过70个知名夜市，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像士林夜市一年游客量高达800万人次，
其中近40%是国际观光客，国际影响力超强。夜市是美食的孵化器，许多经典小吃最早都从这里发迹，后来才红到全世界。近年来，很多夜市也推行绿色环保计划，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，成就真的很了不起。骑行在水光山色间，日月潭环湖自行车道。好，吃饱喝足了，我们来去运动一下。下一个要介绍的是日月潭环湖自行车道，它可是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世界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，这个头衔货真价实。这条车道全长约33公里，环绕着美丽的日月潭。日月潭的面积足足是纽约中央公园的快要10倍大，非常壮观。2023年，日月潭风景区游客人数达到惊人的640万人次，稳坐最受欢迎观光景点宝座。这条世界级车道斥资5亿新台币建造，自开放以来就吸引了全球自行车爱好者前来朝圣。它连接日月潭周边14个景点，让你在山景湖面间穿梭，感受原住民文化，体验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奇妙感受。芯片帝国的心脏，台积电与半导体产业。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真正重磅的世界第一，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台积电以及它所引领的整个半导体产业。它们就是最强大的护国神山。这个产业稳稳坐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最核心的位置，简直就是一座不断进化、永不停歇的科技堡垒。台积电是苹果、英伟达、高通等科技巨头最主要的代工厂，技术实力不可思议。它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维持在60%左右，2024年第一季甚至冲破了61%。没有台积电，很多高端芯片根本无法量产。厉害之处在于，它建立了从上游设计到中游代工、下游封装测试的完整高效产业链。在最先进的10纳米以下芯片制造领域，市场份额高达92%，几乎垄断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芯片生产，是当之无愧的霸主。这个护国神山不仅是经济命脉，更是稳定全球科技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。佛陀的宏伟坐像，高雄佛光大佛。看完了硬邦邦的科技，我们来到高雄市，去看看那个雄伟壮观的佛光大佛。这尊大佛不只是一个宗教地标，它背后有很深的信仰和人的智慧。这尊宏伟的佛像在2011年落成，总高度为108米，如今已是世界最高的铜铸作佛。整座佛像用超过3800吨的青铜铸造，分成13000多个部件组装而成，工程浩大，难以想象。佛像周围8座宝塔中还收藏了珍贵的佛陀舍利子，更增神圣性。佛光大佛已从构想发展成世界级宗教文化地标，见证了佛教文化的蓬勃发展。全球医疗的典范，全民健康保险。讲完了精神寄托，我们来聊聊跟每个人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世界第一全民健康保险。这项制度的故事简直是亚洲医疗保障的传奇，它融合了普及性、高效率和超优质服务，在全世界都是模范生。全民健保覆盖了2300多万人口，覆盖率高达 99.9%， 几乎无人被医疗安全网漏掉。居民平均每年就医高达15次，因为看病太方便、太便宜。健保最创新的设计是健保 IC 卡，它是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应用在全民医保上的智能卡系统，每天处理数百万笔就医数据，高效连接医疗各方。健保行政管理成本只占总支出的 1.5% 左右，效率让全世界专家赞叹不已。全民健保是最值得骄傲的世界第一之一，守护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。24小时的万能管家，
便利商店的密度与服务。接下来这个世界第一，绝对跟你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那就是便利商店的密度和万能程度。你可能会想，开个便利商店也算世界第一？哈，你真的别小看它。根据最新统计，便利商店的密度是全世界第2高，平均每不到2000人就拥有一家。在都会区，你可能走3-5步就能看到2-3家不同品牌打对台，密度真是世界奇观。但真正厉害的不是数量，而是它的万能程度，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的。便利商店早就不是只卖饮料零食的地方了，它根本是你我的第2个家，加上社区服务中心。缴费、寄取包裹、买便当、现煮咖啡、演唱会门票、高铁票，甚至影印、传真、免费 WiFi， 这种把食衣住行、娱乐所有服务全部整合在一起的万能模式，真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垃圾变黄金的魔法，资源回收率。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个世界第一，是一个非常正面，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成就，那就是的资源回收率。在很多人还以为是制造业重镇会有污染问题的时候，早就悄悄地在环保这条路上走到了世界最前端。根据国际媒体报道，的资源回收率常年位居世界前3名，甚至一度被评为世界第一。2023年总体资源回收率已突破 60%， 比很多欧洲先进国家还高。这归功于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推行的垃圾不落地和资源回收政策。每天听到给爱丽丝音乐声，大家将垃圾分类交给回收车，这种日常仪式培养了全民环保意识，从纸类、塑料到废电池、废家电，都有完善回收管道。这个由政府、企业和民众共同打造的回收系统，让从曾经垃圾围岛的地方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全球环保的模范生。这个世界第一，含金量真的非常高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不知道在今天介绍的这么多世界第一里面，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？哪一个最颠覆你的认知呢？你有没有哪一项世界第一是你觉得遗漏了，或者你认为应该被更多人知道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为按个赞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